女儿能够入主东宫，给太子殿下冲喜，可是你家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哼，若非太子殿下病重多年，命悬一线，而国师又恰恰算准了你家那丫头八字相合，这泼天的富贵岂会轮得到你这等山野村夫？还不快快接旨！给将死的病弱太子冲喜。按大梁律令，若是太子殿下有个三长两短，正妃会被生训。现在的东宫只会是个吃人的虎坑。陛下圣明，不嫌弃小女眼盲，草民万死不敢不从。既然如此，京城路途遥远，邻家小女今日便随咱家走。一个瞎子，正愁嫁不出去，这下不仅送走了累赘，还有了这几箱金银，刚好给他两个弟弟娶亲，值了，太值了。当然，随时都能走。果然，在爹心里，我就是个没用的瞎子，从未有过半点分量。听着，进了宫，你自己想死没人拦着，可你要是敢连累我和你两个弟弟，老子就把你娘的坟刨出来挫骨扬灰。歇一会儿，都歇一会儿吧。阿姐，别怕，是我。小野，阿姐，快跟我走，我带你逃。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如今嫁入东宫，只会是死路一条。我知道，小野，皇令难违，我们逃不掉的。况且我是个瞎子，只会连累你，我不想看到你有任何闪失。阿姐，我不在乎，只要是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回去吧，娶妻生子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都起来，出发了。我是不会用卖阿姐得来的银子娶妻的，这种家不回也罢。成亲当天，整个东宫冷清得像一座墓地，太子久病卧床，无法接亲。皇帝和皇后也未曾露面。现在换掉这身嫁衣，我的亲信侍卫就候在殿外，他会护送你离开东宫，不必有所顾虑。你的家人，我也会一并安排好，保你们平安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厌倦了在人间苟延残喘的日子，今夜我便会自尽。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再拉上一个太子妃生训，作孽多端的话，下辈子也许又会投胎成一个短命的病秧子。太子殿下，谢谢你的安排，只是原谅归晚难以从命。你的眼睛看不见，是我的疏忽，没有提前打听好你的状况。离开东宫后，我会与你黄金千两，良田百顷，这样，哪怕你的眼睛看不到，也可确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传闻太子殿下萧燕安有病厌世，性情暴虐，见者如临深渊。本以为这东宫会是个火坑，可如今看来，这位病弱的太子殿下哪里是什么阎罗恶鬼，他分明是这深宫里唯一肯弯腰为一个瞎子铺路的神体。太子殿下，归晚不需要这些。如果你是想成亲，我会亲自为你择婿，你想要怎样的男子，我都给你找来，保他护你一世周全。冲喜这件事是父皇的决策，但说到底，是我对不起你。
师长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像您这般善待归婉的男子。无妨，就急而已。我这个病秧子就快死了，你留在这里，将来只有死路一条。太子殿下心善，命不该尽。不必说。你的眼睛能看到？只是自幼眼盲，早已习惯了，对一切方位都有感知。殿下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的确不是盲人。我天生能够看到旁人的气语，吸收黑色灾厄，会自保不得已用白缎遮目，装作盲女。我的孩子，归婉，是你把病气吸走了，我的孩子好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正是我的这份好心，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。归婉啊，隔壁李家村又送来3个病人，快把他们治好吧。黑气积攒太多，我的身体受不了。如果黑气不是我自愿吸收，而是被强行灌入，那便不是赐福，而是诅咒。海口棺材来到孤的东宫，是准备给谁收尸？太子殿下居然没死，还能站起来走路了！苍天有眼啊，太子殿下还活着！国师大人的预言没错，龙喜竟真的把殿下冲好了。这棺材是按照2个人的尺寸做的吧？可惜用不到。太子妃说的是，还不快把这晦气的玩意儿抬远点！他们为何要抬一口棺材过来？是笃定了太子殿下会死在昨夜吗？以下犯上可是死罪。这不怪他们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安排。母后只是知道了我昨晚的选择，尊重我的意愿，这才派人送来了棺木。其实她比谁都难受，我已经厌倦了在人间苟延残喘的日子，今夜我便会自尽。是啊，对于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来说，那口棺材和一同殉葬的太子，便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归婉，既然你选择留下，那我便会对你负责。如果真到了不得不死的那一天，你的一切我都已为你安排好，绝不会让你像我一样无路可走。殿下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太子殿下居然来皇后娘娘的鸾凤宫了，
自打5年前殿下身染恶疾，我便再没有见过他离开东宫。王师果然灵验，说太子妃是福星高照，这才刚嫁进来，殿下便能行走自如了。福星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瞎子，能有什么福气？分明是皇后娘娘日夜跪在佛前，用半条命为太子殿下求来的福道，关他什么事？就是一个瞎子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太子殿下？不过是个冲喜的玩意儿，殿下迟早得把他打发去冷宫。看来是姑这几年病得糊涂，让这宫里的人都忘了谁才是主子。来人，鸾凤宫宫人目无太子妃，以下犯上，拖出去，杖责30。殿下饶命，奴才知错了。今后如若有人再敢多嘴一句，那便拔了舌头，给这满园的花卉当作养料。不怕，有我在。皇后姐姐，别太难过安儿的离开。我的恒儿虽非姐姐亲生，但孩子孝顺。等他顺利册立为新太子，将来登基坐殿，定会尊称您一声母后，让您安安稳稳做那皇太后。这可比我这太后还尊贵。贵妃娘娘好雅兴，姑还没死，便为母后安排好了后事。太子，真是难得，贵妃还记得我是太子。放心，待姑将来坐稳江山，定会为贵妃和您的恒儿寻一处清静的佛堂，让你母子2人日日诵经，好生修行。来人，送贵妃娘娘。不必送，本宫自己会走。娶一个盲女当太子妃，太子殿下好大的福气。他的身上有好浓烈的黑气，哪怕我已经被遮住双目，却依然能感受到。不用在意贵妃的话，有些人虽然看得见，但心却是盲的。母后，见过皇后娘娘。安儿，你能下床走路了，母后还以为昨夜过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做出那样荒唐的自尽决定，让母后日夜为儿臣忧思，是儿臣的不孝。母后，若非孩儿亲自来了这鸾凤宫，还不知贵妃竟嚣张到了这种地步。安儿，这世间万物，母后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你好好的。原来这就是血脉相连，有家人在乎的感觉。你就是安儿的太子妃吧？我目不能视，任谁看到太子妃是这副模样，心里都定是失望的。皇后娘娘她怕是不会喜欢我这样的人，是本宫的错。为了一己私心，怕安儿一个人走的话会孤单，拉一个无辜的姑娘来陪葬。孩子，吓到你了吧？皇后娘娘她居然没有嫌弃我。别害怕，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谁敢欺负你，本宫绝不会轻饶他。本宫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
便将这鸾凤宫内觉着新奇珍贵的东西都递来了，待会儿命人全部给你送到东宫。皇后没有像贵妃和爹爹一样嫌弃我是个瞎子，也没有像其他宫女一样觉得我配不上太子。我在她的身上没有看到半点黑气，感受到的只有一片纯粹的关心，这是纯善之人才具备的。皇后娘娘是个很好的人。谢皇后娘娘。好孩子，不必多礼。报，娘娘，陛下听闻太子殿下能下床走路的喜讯后，龙颜大悦，当场将那道拟好的换太子诏书撕了，现在正特意推了早朝，在御书房召唤殿下过去呢。既然如此，母后，儿臣告退。待儿臣从御书房回来，再带归婉回东宫。安儿曾经是皇帝最骄傲最疼爱的孩子，可自打安儿卧病在床，连东宫的门都不肯踏出一步后，这宫里再没响起过笑声。我整日吃斋念佛，为孩子祈福，皇帝则一头埋在正午里，一点点对安儿失望。他甚至已经拟好了诏书，只等找个吉日，便要废了安儿，换贵妃所出的三皇子上位。安儿是看到了大家失望的模样和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，才会一心求死。孩子，若非你的出现，安儿怕是已经死在昨夜，东宫也马上要易主了。本宫看得明白，一定是你给这东宫带来了福气。太子殿下金枝玉叶，能够嫁入东宫，是归婉的福气。低调内敛，不卑不亢，你的品性比这满堂的金玉还要难得。归婉，本宫能否拜托你一件事？能为皇后娘娘分担忧虑，是归婉的荣幸。你能不能早点和安儿生个孩子？安儿如今虽能下床，但本宫看得出来，她的那颗心并未真正痊愈。她从未真正想活下去，不过是凭着一口气在撑着，只怕哪天她病势突然沉重，又会毫不犹豫地寻死。本宫希望这世间能给她多留个挂念，这样她就不会像之前那般自暴自弃，一心求死。我闻到东宫内栽了许多合欢树，很甜的气息。我生病的时候，每到夜晚便会焦虑失眠，于是母后命人将具有安神效果的合欢树种满了东宫的每一片角落。殿下，今日母后说，盼着我们早日能有个孩子。我想了很久，殿下若是不讨厌，归婉想为您留住这世间更多的牵挂，为您要一个孩子。归婉，你可
有些牵挂一旦落下，在这危机四伏的皇宫内，便再难全身而退了。归婉，对不起，现在还不行。如今的东宫是风口浪尖，明里暗里无数双眼睛盯着这太子之位，我的身体也不知还能撑多久。我不愿你成为这满宫豺狼虎视眈眈的靶子。殿下处处为我着想，我总归也要为他做些什么。去忘忧草，制成香囊安神的话，再合适不过。这样，殿下就不会再做噩梦了。孤不是废人，不需要你们扶，孤可以自己走，可以下床。殿下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变好。那不是太子妃吗？娘娘在干什么？怎么在花园里做下人们的活儿？闭嘴！忘疑太子妃，不想活了。你忘了那天在鸾凤宫有几个宫女冲撞太子妃是怎么被拖出去的？如今这宫里所有人都知道太子和太子妃伉俪情深，对娘娘不得有丝毫怠慢。好一个伉俪情深！见过孟小姐。凭什么？明明是我先遇见太子哥哥的，如今那个瞎子却成为了万人尊重的太子妃，而我只能被这群低贱的奴才们称为孟小姐。小姐，流血了！你就是那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姑娘何事？你看看你，又瞎又土，哪里配得上高贵的太子哥哥？现在太子哥哥身体好了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回你的破乡下。婚约是陛下的旨意，成亲是我和太子殿下的事情。若是想让我离开东宫，姑娘得问过陛下和太子的意见。你这个贱民，是在教本小姐做事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捡你这堆破烂花。这竹竿不错，用来给本小姐做个捕蝴蝶的网子刚刚好。放下！敢命令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姑祖母可是当朝太后，姑祖母一心扶持我上位，让我做将来的皇后。要不是因为太子哥哥之前生病即将被废，这太子妃的位置早就是我的了。放下我的东西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还敢对我不敬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只知道你在太子最危难之时弃他于不顾。你品行卑劣，配不上太子，更不配皇后之位。你打我！本小姐今天就要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小姐息怒，千万别冲动。怎么，你这个贱婢也要踩到本小姐头上？小姐，您忘了太后的叮嘱吗？芷儿，莫要再在皇宫生事端，不然明日哀家便派人把你送回孟府。哼，罢了，本小姐不和你一个瞎子计较，就饶你这一次。等着吧，太子哥哥从小最宠爱我，到时候看看他会选谁。归婉，这些事情可以交给宫人们做。归婉是在为殿下做香囊，自然是要亲手。
不用担心，我鹰眼盲，嗅觉会比别人灵敏很多。闻香做香囊，于我而言很简单。殿下，这香囊的香料是由我亲自挑选，主配是忘忧草，再掺上沉香、茯苓和一丝黄连，具有安神宁心的效果。太子哥哥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孟小姐，天色已晚，您这个时候来东宫不合规矩啊！太子和太子妃已经歇下了。太子哥哥和那个乡下的盲女睡一起了，凭什么？桂婉，等我一会儿。太子哥哥，侄儿等了你好多年，你怎么都不等等侄儿，就突然成仙了？佳期还在，孟姑娘自重。佳期居然掉得如此亲切，太子哥哥，你们才认识几天，你就这般冷落我了？天色已晚，此事流于东宫，传出去，对太子妃名声不好，请回吧。送孟姑娘离开。孟姑娘，请。太子哥哥，我不走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当年皇后娘娘赐婚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逃婚，是家中父亲重病，不得已才回家的。你让我回来好不好？这次换我照顾你。天明之前，我会将你夜闯东宫，惊扰太子妃的事，原封不动禀报太后。今后这皇宫，孟姑娘都不必再来了。不要，太子哥哥，我不跟那个瞎子抢，我不争了还不行吗？我可以做侧妃，你也可以。太子哥哥，你将来是要当皇位的，你需要的是可以帮你稳固政权的太子妃。一个乡下来的毫无用处的盲女，我会后悔的。没关系的，这算不得什么。以前在家里，比这难听100倍的话，我都听过。我老林家这是造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瞎眼赔钱货，白养你这么多年，连个正经人家都嫁不出去。还不赶紧滚去做饭，没半点用！呸！老子改天就把你卖给隔壁镇上的王屠户，给他做第9房填房妾。桂婉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，他们眼明心盲，不懂你的好。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。我发誓，今后没人再敢这样对你。这是……桂婉，今日是你归宁的日子。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这些东西他们不配。我知道，那个家是深渊，给你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但桂婉，你回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，而是要让那群曾经轻贱你、践踏你的人跪着看清楚，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是他们触不可及的存在。所以桂婉，你的归宁礼不仅不能少，反而要更加隆重，让所有人知道你在东宫的地位。只是可惜，我的身体还未痊愈，此行路途遥远，这趟归宁，我不能陪你一起同往。殿下，这是哪里话？您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太子妃娘娘，母后怕你在路上孤单，特意喊来了昭宁公主和你作伴。太子妃娘娘，今日便由昭宁陪你回家，谁敢欺负你，本公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早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便听闻过昭宁公主，她是皇帝唯一的女儿，
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凤凰，备受宠爱，全天下的女子都羡慕这位做小公主的尊贵。太子和皇后让昭宁公主陪我归宁，根本不是怕我在路上孤单，而是在彰显皇家对我的看重，不想让任何人看轻我。皇兄，皇嫂嫂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昭宁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皇嫂嫂，你是太子妃，自然是昭宁的皇嫂。此行陪同皆是我的亲信侍卫，会护送你和昭宁一路平安。若是有人敢给你半分难堪，不必忍让，直接传唤侍卫把他们拖走便可。殿下，我不会受委屈的。皇兄，不过和皇嫂分开一天，至于不舍成这个样子吗？皇兄，你可以回去啦，乖乖在宫里等我和皇嫂回家，我们很快回来。皇嫂嫂，我接你一下车，小心脚下哦。咦，好破哦！皇嫂嫂，你好厉害！蒙着眼睛，不用人扶，不用竹竿，居然也能走得这么稳，这么快。这条路我走了太多年，再熟悉不过。你个贱蹄子怎么还活着？我不是说你就算死外面，也别回来糟蹋我和你弟弟吗？我老林家是造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？违抗皇命，你是要林家祖祖辈辈都给你陪葬啊？把你二弟小野克跑了还不行，现在还要把老子和你大弟克死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让本公主瞧瞧是哪里来的刁民，敢动皇兄最珍惜的皇嫂嫂。哎呦，谁打老子？这么大个人了，还需要本公主教你说话吗？公主殿下，属下告退。公主，听闻当今圣上就一位女儿，还是老来得女，宠上了天。那公主叫做昭宁。拜见昭宁公主，草民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你今日要迎的不是本公主，而是太子妃娘娘。皇嫂嫂，我刚刚帮你教训坏人了。昭宁公主居然对这死丫头这么热情。都说太子是个快死的病秧子，闺女嫁过去就是陪葬品。可谁能想到这丫头命居然这么硬，不仅没死，还得到了皇家的青睐。归晚回家了，怎么这么远从宫里过来，也不找人知会我一声？你看爹这什么都没准备。老头儿，我们不需要你的准备。你以为皇宫缺你这破地方那点穷酸东是，西？公主教训的是。本公主今日带着皇嫂嫂回来，可不是来看你这张老脸的。
我和黄嫂嫂今日来，是特意来告诉你，黄嫂嫂现在在宫里过得可好啦，皇兄会把最好的给她，母后最疼爱她，就连本公主都愿意将最喜欢的东西分给她。现在整个皇宫，谁敢让黄嫂嫂掉一根头发丝，哪怕是个蚂蚁，都得绕着黄嫂嫂走。也就是你们一家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敢那样对待我的黄嫂嫂，你们不配当黄嫂嫂的家人。今后她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与你们一家人再没有半点瓜葛。哼，失去黄嫂嫂是你们林家的损失。是林家的错，草民该死。这是皇兄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，你们一家人好自为之。这里是多少好东西，能把宫里来的侍卫累成这个样子？草民多谢太子。小野呢？你刚刚为何说我克跑了小野？你还有脸提？归婉啊，你知道的，当时爹爹实在是穷得没办法了，才收了皇宫送来的银子，把你嫁到东宫。谁曾想，你二弟小野那个犟脾气，听到这件事后，非让我把你换回来。可这成亲是皇帝了下旨，我哪敢再把你要回来？那日，小野跟我吵了一架，就再也没回家。村里人说他南去从军去了，还从军，他那小身子骨怎么撑得住？从军，小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黄嫂嫂别担心，如果是从军的话，皇兄一定有办法帮你找到小野弟弟的。坏人就会惹黄嫂嫂不高兴。黄嫂嫂走，我们回宫。殿下将如此多赏赐给他，实在是不应该。黄嫂嫂，什么赏赐啊？谁说那是赏赐了？不认就不认，这瞎丫头片子有什么稀罕？反正太子给了这么多赏赐，这箱子这么沉，这得是多少真金白银？哈哈哈，这下都够老子儿子娶8个媒婆娘了。看这10里8乡，谁还敢瞧不起我老林家？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在戏耍我！皇兄，那座发财大梦的坏老头看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大石头后，脸一定会绿得像中毒的蛤蟆，然后扑腾一声直接晕死过去。这就是欺负黄嫂嫂的下场。皇兄，你听到了吗？黄嫂嫂笑了，我第一次听到黄嫂嫂的笑声。归婉，你终于不是假装温柔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笑了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他居然将我看得这般透彻，我的开心与否他都分得清清楚楚。原来被一个人看穿并不是可怕的事，这种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，比他送到我碗里的狮子头还要烫人，还要暖心。黄嫂嫂，不止皇兄会让你开心，我也会让你开心。黄嫂嫂，我念给你听。
右东380里，曰圆屁股山。圆屁股山。这丫头又读错了。昭宁，这里是不是念园艺之山？黄嫂嫂，你怎么知道？这字这么复杂，而且你的眼睛还被挡住了。因为我根本不是盲人，我的眼睛可以看到，哪怕眼睛被遮起来，也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。以前在家，只有弟弟能上学堂，我便趁着挖野菜的时候，偷偷趴在窗台下，听着先生教书，用手指在泥地上比划。那字词的发音和写字的笔画顺序，听多了，便印在脑子里了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这纸上有字的轮廓，我可以用手指读下一本又一本书。这是古雕，形状像大雕，却有角，叫声像婴儿啼泣，是一种吃人的猛兽。哇，黄嫂嫂你好厉害，比太傅还厉害。不敢当，我并未读过几本书，只是小野喜欢《山海经》，恰巧读过这里。我不管，黄嫂嫂最厉害，我不念了，黄嫂嫂念给我听。调宫里最好的工匠，用最刃的宣纸，把姑书房里那些孤本藏书，一字一字烙印下来。记住，那墨迹要刻深烙实，既要让它摸得清晰，又不能伤了他指尖。3日内，姑要看到第一批书摆在他的案头。归晚，今后让姑做你的眼睛，将全天下都刻成你能读懂的样子。黄嫂嫂，太傅的学堂实在是无趣，我和我的好朋友们都不喜欢听，以后换你教我们好不好？太子妃娘娘安好。昭宁，此事不妥。我不管，我们就要黄嫂嫂教。黄嫂嫂讲的故事比太傅好玩多了。黄嫂嫂还认识很多草药，会做漂亮的香囊，比那个只会打手心的太傅强100倍。昭宁乖，我怎么能代替太傅？万万不可越了规矩。什么破规矩？这件事皇兄已经跟父皇说了，得到了应允，难道规矩和太傅还能压父皇和皇兄一头不成？这里是皇兄特意为黄嫂嫂准备的地方，空气都比那闷闷的屋子里好。黄嫂嫂来，我给你介绍新朋友，这样皇上去上朝，你以后一个人不会孤单了。一个人。又是他！要不是因为他的出现，太子哥哥怎么会疏远我？又怎么会跟姑姑告状，将我送回孟家？若非今日皇后娘娘约了各家贵女前来御花园赏花，我怕是一直都无法来皇宫了。本小姐活了这么多年，何时受过这种气？走，过去瞧瞧。这株是黄连，苦的。这是甘草，甜的。好苦，真的是甜的。太子妃娘娘太厉害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在这聚众喧哗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昭宁公主这个小麻烦精，之前不论我怎么讨好她，她都没有对我这般亲近过。如今这个瞎子来了，她居然会这么热情。
几个金尊玉贵的小姐，不好好在学堂念书，跑来这泥巴地里闻草药味儿做什么？也是，我忘了，太子妃娘娘眼睛不便，只能靠闻味儿识字。瞎子教读书，也不怕把公主教成了瞎子。那本是皇兄亲自给皇娘娘做的书，做了好久好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本书是殿下亲自做的。什么？这本书是殿下亲手为你做的？他凭什么对你这么好？你怎么配？你怎么配？孟小姐，我无意和你争什么，你为何非要一次次将我所珍视的东西踩在脚下？完了，黄嫂嫂生气了，少在这天天装模作样了！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是你这贱人配不上的金贵！你，孟小姐，奉劝你一句，最好不要乱动。你脚下3步，便是半夏，触碰到它的枝叶会导致皮肤溃烂。孟小姐若是不信，大可以踩上去试试。可惜了，孟小姐空有一双眼睛，穿着这身金贵的衣裳，却连路边毒草都不识，像个没脑子的蠢货。归婉说得好，母后，这才是本宫的太子妃该有的样子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本宫的归婉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欺负的。孟小姐以下犯上，目无太子妃，该当何罪？皇后娘娘，侄儿只是想着这个想着太子妃久居乡下，不懂皇宫规矩，所以在帮您教育太子妃。哦，本宫的儿媳，这天下的太子妃，何时轮得到孟小姐教育了？还是说，孟小姐想踩在本宫头上，爬上龙床，当这一国之母了？皇后娘娘，侄儿不敢。侄儿只是太爱殿下了，不忍他娶到如此粗鄙、一无是处的太子妃。谁说太子妃一无是处了？她能辨人心，能识百草，能看透你们这些睁眼瞎的龌龊心思。她还能让太子为她刻书，能让本宫为她撑腰，这都是她的本事。孟庭之，你拿什么跟她比？就凭你这副上不得台面，只会撕书撒泼的蠢样子。皇后娘娘，不一样。如果是侄儿做太子妃，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殿下。侄儿的整个母家还有姑姑都会是殿下登基的助力。孟家女好大的胆子！皇帝如今还生龙活虎，你就敢妄议朝政，插手皇子登基之事？皇后娘娘开啊！娘娘，这都是臣妇的错，是我家教不严，把侄儿惯成了这副不知天高厚的蠢样子。求娘娘看在他年幼无知的份上，饶他这回吧。他那些话不过是小孩子胡言乱语的气话，绝不是存心要冒犯太子妃，更不是对娘娘不敬啊！哼，你不该向我求饶，而是该带你的女儿向太子妃赎罪。孟小姐撕的是她的书，辱的是她的名，你们不向她磕头谢罪，跪我做什么？是侄儿不懂事，求太子妃娘娘大发慈悲，放过我们孟家这一回吧。母亲，再在皇宫这样闹下去，触怒皇帝陛下，可是死罪。太后来了都保不住你，不想死，就收起你那性子。孟夫人，请起。母后，孟夫人既是惶恐，便让她带孟小姐回去好好思过吧。既然如此，太子妃心善，那便将孟小姐送去皇陵，替殿下为先帝守灵3月，那里清静，最能磨人心性。来人，
送孟小姐去皇陵静养。至于孟夫人，拖出去打20板正，长长记性。归婉，母后说到做到，谁欺负你，本宫断不会轻饶谁。今后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。多谢母后。傻孩子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之前真是糊涂了，居然会将这样一个嚣张跋扈、无理取闹的小姐指婚给太子。母后这是哪里话？母后分明是这天下最疼爱殿下的人。归婉，母后不想对你有所隐瞒，也不想你和安儿因为孟庭之而心生隔阂。当初要孟庭之嫁给安儿，是本宫一个人的决定。那时间安儿病入膏肓，整日求死，母后心急如焚，希望有个人能陪陪她。母后愚钝地以为，他们既是青梅竹马，她总会念着几分旧情，善待安儿。没想到孟庭之居然做出了逃婚的举动，这让安儿越发以为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废人。如今看来，当初孟听芷的逃婚都是天意，是上天怜悯我儿安儿，特意把你这个福星送到了他身边。母后，天意虽不可测，但人心却是真的。既然天意让归婉来到太子殿下身边，那归婉这条命便不只是自己的了。归婉一定会好好守护殿下，让他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是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给了我一个家，给了我温暖。太子殿下这般爱我、敬我、护我，那我便用尽一切去守护他。这个是黄连，苦的；这个是甘草，甜甜的；这个是半夏，咦，有毒！还得是黄嫂嫂，太厉害啦！这里没有毒的半夏，是我骗他的。原来如此，黄嫂嫂好坏哦。回来了，今日第一次见几个小家伙们，怎么样？没闹腾你吧？很热情。昭宁那个小丫头非要把她最喜欢的糖糕分我一半，还有那郑国公家的小孙女，笨手笨脚的，把墨汁打翻了，却第一反应来拉我的手，怕我摔倒。殿下，就是不知我有的字读的对不对？归婉，那我读一遍你今日教他们的诗经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殿下，我既嫁了你，今后便只有你一人。不管这深宫未来是福是祸，是明枪还是暗箭，我都不怕，我也不会成为您的累赘。归婉，你怎么会是累赘？我只是怕我给你的这点偏爱，抵不过这世间的1/1000险恶。殿下，别走，好吗？好，归婉，那今后便让我做你的眼睛，所以别放我走。好。为何这位少年的身上出现了同太子殿下一样的气运和命格？黄嫂嫂，大事不妙了！太傅那个老古板讲的课像念经一样无聊，听得大家都在学堂里打瞌睡。现在大家都造反啦！造反？他们嫌太傅教的不好，就都偷偷溜出来了。
现在正躲在我们的小亭子里，等黄嫂嫂过去呢。你这小祖宗，分明是你带大家一起逃课来我这里了吧？黄嫂嫂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都想听你讲故事、讲草药，你就去嘛，人多才热闹。刚好，过去看看为何在这位少年的身上出现了太子殿下的气运。罢了，就去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今后都得乖乖去太傅那里。好的。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那位小少年是谁？那是贵妃娘娘所生的三哥哥，名字叫萧彦恒。贵妃娘娘平日里对他可严厉啦，不许他笑，不许他和我们一起疯玩，连吃饭的姿势不对都要罚跪，所以他的脾气就变得很奇怪，总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，像个小闷葫芦。贵妃，娶一个盲女当太子妃，太子殿下好大的福气。是夺运，贵妃这是为三皇子夺走了太子殿下的气运，所以殿下才会病重，到现在也迟迟不见好，所以皇帝陛下才有意废太子，改立尚在年幼的三皇子。黄嫂嫂，你怎么知道那里坐着人？你的眼睛能看到？黄嫂嫂是眼睛失去的久了，只靠感知就能判断这世间万物所在的方位。他不是喜欢孤独，也不是性格古怪，而是因为身上背负了不属于自己的气运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强加在自己身上，就会变成枷锁。人不该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产生太强烈的欲望，贵妃这样做只会害了他，得想办法让三殿下把气运还回去。三殿下，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？没事儿，黄嫂嫂，你不用管三哥哥，他不喜欢跟人玩，你跟我们玩就好了。黄嫂嫂，这株草药叫什么呀？长得好像父王的宝剑。这草药名为菖蒲，叶片如剑，据说能够斩邪祟，破不祥。黄嫂嫂好厉害！黄嫂嫂，三殿下来了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黄嫂嫂，这是你在百草园提过的菖蒲，我挖了一株，但它好像快死了。三殿下不必紧张，它还活着。你看，这花盆中的土要松一些，水要少一些，这样它才能呼吸。桂婉，当心着凉。皇兄，涵儿，这么晚偷偷溜出来，贵妃娘娘要担心了。皇兄，告辞。恒儿那个孩子，性子孤僻的像块冰，平日里谁都近不了他的身，可如今，他竟愿意主动找你。桂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没有刻意去做什么。我只是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。桂婉，你很厉害，那些小公子和小小娘们都格外不服管教，却偏偏喜欢围着你转。所以，父皇昨日下了特旨，特许你暂代太傅之职，教导这群小家伙。有了这个身份，这宫里再没有人敢轻视你。我的桂婉，从来不是谁的附属品，而是这天下最优秀的女子。原来殿下他纵容昭宁带我去百草园，纵容那些孩子围着我转，是在为我铺路。他怕我在这深宫里无依无靠，他的爱和守护从来不是口上说说，而是真的有好好爱我，赋予我在这皇宫内安身立命的本领。殿下，谢谢你。桂婉，应该是我谢谢你。
是你的出现，将我从鬼门关拉回。殿下，你带着我偷偷出宫，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带你出宫还是母后的建议。母后让我带你好好逛逛京城，把之前在娘家受的委屈都弥补回来。好。你们这群狗东西，你们知道我阿姐是谁吗？我阿姐可是当今太子妃，敢惹老子，当心你们狗头不保！阿姐，你居然出宫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阿姐。阿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怎么，你现在当了太子妃，换了一身贵重打扮，就不想认我这个弟弟了啊？大家来评评理呀！闭嘴！哟，这就是那个重病的太子殿下吧？现在看起来可真是生龙活虎。但阿姐，你不知道，咱爹就没有这么好了，被那一院子石头气得现在都下不了床呢。够了，跟我来，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。阿姐，我听说您现在可了不得，不仅是太子妃，还是这宫里头一份的女太傅，连那镇国公府的小姐出门都得说一声是您的学生。阿姐，之前在家的时候，你和爹可是只会对我大呼小叫，吃饭不让我上桌，走路要我靠边站。如今见我有权有势，这声阿姐叫的倒是顺口的很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姐，你看，我在外面欠了不少钱，他们说再不还钱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想让我帮你还钱？姐，钱的事儿先放放，光给钱有什么用？给了也早晚会花光。况且那帮人赶尽杀绝，我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你得给我谋个10缺，哪怕是5品6品的闲差也行。只要我有了官身，谁敢动我？还有俸禄，不愁吃穿。姐，这叫一劳永逸，总不能看着你亲弟弟像条野狗一样被人打死在街头吧？不管是钱还是官职，我都不会给你。欠下的债，那是你自己造的孽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什么都不给我？也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当时下旨为我和太子殿下赐婚的时候，给了不少赏赐，足够你娶妻生子，安稳度过一生。从那时候起，林家的养育之恩我便已经还完了。林归晚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爹白送你进宫了，养条狗还知道看家呢。你倒好，翅膀硬了就想独吞好处。送我进宫，爹当时分明是把我卖了。林归晚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把官谋了，我就去宫门口闹，说你林归晚不孝，为了攀高枝，连亲爹的命都不顾。我看你这太子妃的位置还能不能坐得稳？你说谁的位置坐不稳？孤倒是未曾听闻，这东宫的位置何时轮得到你这等蝼蚁来治乎？太子殿下，我这不是太久没见到阿姐，就跟阿姐叙叙旧，绝对没别的意思，绝对不敢议论宫里的事儿。殿下，既是归婉娘家的事情，那便让归婉自行解决。
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这一张是断亲书，签了它，从今往后，我与林家再无瓜葛，我也不再是你姐。林归晚，你想甩掉我？我不会签的。不签可以，既然没有断亲，那我会保你从讨债人手中不死。这是一张盖有内务府印鉴的录印，我会给你足够的盘缠，拿着这张录印离开这里，彻底消失在我面前。太好了，我的亲姐，刚好这边仇人太多，我不想待了。对了，你可一定要多给我点银子。姐，不，林归晚，你这是要把我发配到北疆苦寒之地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命？你方才指着东宫叫嚣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你那条命值几个钱？既然你不肯跟我断亲，那我便也让你尝尝被家里人赶出去是什么滋味。来人，拖出去。说他敢在京城多留一日，便以冒认官亲、讹诈东宫之罪，打断他的腿，直接扔上北上的囚车。姐，阿姐，我错了，别送我去北疆。阿姐，你可就剩我这一个弟弟了呀！殿下，我没事，我知道，在他们心里，我不过是个物件，有价值的时候拿过来，没价值的时候便丢一边。除了小野，那个家早就烂透了，我对他们也早已经死心了。只是不知道小野现在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，能不能吃饱饭，有没有在战场上活下来。归晚，只要小野还在这大齐的疆域里，我就一定能为你找回来。你所珍视的一切，我都不会让你失去。这都多少天了？太子那个病秧子怎么还没死？就连他那个瞎了眼的太子妃都被皇帝下旨成了太傅。本宫苦心经营这么久，难道一切都是白费的吗？娘娘息怒，咱们的法子不可能出错。太子殿下或许是回光返照了，又或者是御医换了新药方，让他又强行吊着一口气。药方？呸！怎么可能？什么药方能让一个快死的人如今生龙活虎？本宫当年用黑莲夺运之术，硬生生从萧燕安身上抽走了数十年的寿元，他怎么可能撑得住？除非有人替他挡了灾，或者是有人把那运道又给偷偷补回去了。对了，黑莲，本宫的黑莲。杜嬷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老陈婆，当初拍着胸脯保证说你的黑莲夺运之术乃是不传之秘，万无一失。那你说说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本宫养你这么久，你就是这样对本宫交代的？那株黑莲，他怎么枯萎成这样了？连死运断，本是同归于尽的征兆，可太子不但没死，反而还活得好好的。有人用更霸道的圣器强行切断了莲与宿主的联系。那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要太子还活一日，皇帝的目就一日不会落在我的恒儿身上。萧燕安，本宫必须除掉他。娘娘，太子是真龙不假，但真龙那也得有气运才能飞。娘娘，信老奴，这次绝不可能出错。这扣子，一枚给三皇子随身佩戴，另一枚想办法送到太子那里。只要太子靠近平安扣，这个扣子就能日夜不停地吸食他的真龙紫气。等殿下龙气散尽，那就是个废人。到时候要弄死他，简直比掐死一只刚出壳的小鸡还要简单。
而且这平安扣是个死物，不管太子那边有多厉害的人物，都瞧不出半点端倪，只当它是个普通的玩意儿。好极了。殿下，该用药了。归晚，不用太过担心，我只是雨季有些轻微不适。殿下莫要轻忽，太医叮嘱需静养固本。虽说现在殿下身体已经好多，但仍不能松懈。启禀太子殿下，寿康宫太后娘娘跟前的夏太公方才奉太后口谕而来。太后娘娘道，前日梦中得佛祖点化，醒后特命人赴护国寺请了高僧加持的平安扣，一枚已赐予三皇子，另一枚特赐予太子殿下。又殿下与太子妃娘娘身体康泰，福泽边长。既然是皇祖母的心意，那便收下吧。殿下，我来拿。这个纹路，虽然我的眼睛能够吸收黑色灾厄，但这并非没有代价。每一次为别人吸收黑气，我的眼睛都会真正失明一段时间，失去对一切气运的感知。比如现在，我除了能感受到太子殿下的存在，其他一切都再感受不到。皇祖母一番慈爱，不易拂去，带回宫中吧。外面风大，殿下且回屋歇着吧。殿下的身子还有些虚弱，但终究是安稳地走在了我身侧。真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走下去，一起走过这漫长公道，看庭前花开花落。可谁曾想，只一夜之间，殿下的病情便急转直下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拜托您睁眼看看我。我的安儿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样子？王太医，安儿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娘娘，殿下邪热内陷，正气耗伤，脉象仍是浮散无序，是臣等无能。殿下此番症状凶险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不会的，殿下不会有事的。我的眼睛等到天明才会恢复。殿下，您一定要撑到那个时候。只要您能撑到黎明，无论您身上还缠绕着怎样可怕的灾厄黑气，无论那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为您清除干净。都退下吧，让太子妃好好陪陪延安。我们都离开，让他们夫妻单独待一会儿。殿下，撑下去。您答应过的，要看着我治好这东宫里每一株我亲手移栽的花草。君子一诺，重如山河，所以求你一定要撑下去。归晚，放心，我没事的。我说到做到，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这黑气的夺运，
是有媒介的，是这平安扣的问题。好浓郁的黑气，必须现在解决它，不然太子殿下有危险。桂婉，别再为我一个将死之人付出了。桂婉，我看的没错，你的眼睛能看到。殿下，对不起，归婉不是有意隐瞒。桂婉，我明白了，你的眼睛有特异之处，可以为人带来好运，对不对？所以自从你入东宫后，我的身体才会一天天变好，这都是你在暗中为我承担了什么，付出了什么，对吗？我竟愚钝至此，直到此刻才隐约窥见端倪。不怪殿下，是归婉一直在隐瞒。傻瓜，我都明白，拥有这样的能力，在这人世间将会是多么引人注意的存在。假装目不能视，以一个盲女的身份生存，只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。你没有做错什么。殿下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。我从来都不怕死亡，我只怕我的归婉受到任何一点伤害。归婉强行将快死的我从地府拉回来，你也一定会遭到反噬吧？归婉，放下吧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我不希望你继续受伤了。殿下是这世上最珍视我的人，是您让我知道我不是怪物，也可以被人珍重地捧在掌心。只要能救殿下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真正失去我这双眼睛。皇兄，皇嫂，你们还好吗？皇兄，臣弟听闻您昨夜突发急症，心中实在不安，特来探望。自从那次菖蒲仪式后，三皇子越来越开朗，经常和昭宁来东宫找我和太子玩。没想到太子殿下出事后，第一个来的居然是三皇子。依旧是夺运，不过这次是以平安扣为引，一子一母，一阴一阳，相辅相成。只要同时毁掉这枚子母空，殿下的气运就不会被强行夺走。皇嫂嫂，恒儿还是第一次见到你摘下白绫的样子，你的眼睛好漂亮。皇嫂嫂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你的眼睛能看到啦？恒儿，皇嫂嫂只是摘下了遮目的白缎，并非能看到。我是顺着恒儿的声音和动作，大致判断方位。皇嫂嫂，我的平安扣和你手中的这只好像，云纹和材质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如此看来，这两枚平安扣是一对。既然是一对，那就不该分开。皇嫂嫂，你把我的这枚也拿去吧，让他们在一起陪着太子哥哥，说不定这样太子哥哥就能快点好起来了。这，皇嫂嫂不要客气。皇兄皇嫂嫂你们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殿下，来源已经找到，一切都没事了。安儿，本宫方才听恒儿说安儿醒了，可是真的？太好了，安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快让皇后看看。儿臣不孝，让母后忧心了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已无大碍，多亏了归婉的照顾。归婉真是个好孩子，安儿能够娶到你做太子妃，是她的福气。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虽仍旧虚弱，但那内壁外脱的死相已荡然无存了。如今只是元气损耗，只需静养固本，徐徐进补，便可无虞。太好了，安儿的身体没事了。
母后这个时辰急召，绝非寻常问安。臣妾是隐约听闻，太子殿下今日因不肯纳侧妃一事，在早朝上与陛下当同争执，言辞颇为激烈，让陛下大怒一场。母后传唤我来鸾凤宫，也许跟此事有关。归婉来了，快到母后这儿来坐。好孩子，安儿今日在朝堂上的事，你可听说了？自古以来，还没有太子不纳侧妃的先例。母后大概是想让我劝殿下纳侧妃，虽然很舍不得，但这毕竟是规矩。母后的意思，归稳明白了。自古以来，天家无私情，东宫无独宠，绵延子嗣，平衡朝堂，广纳嫔妃是太子的责任，也是稳固国本之需。归婉回去便会劝太子殿下。母后的归婉，你误会了。谁规定天家不可有私情，东宫不可独宠一人的？母后今日叫你来，并非要你学那等贤德模样，去劝安儿纳什么侧妃。安儿如此心悦你，母后自然是希望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那母后您唤我来是所谓何事？东宫需要子嗣，这才是顶顶要紧的事情。要知道，本宫对你们的嫡子可是期盼已久。母后，归婉知道了，一定不会辜负母后的期待。莫要多想，也莫要有压力。太医那边，本宫也会吩咐多用些温补调理的方子，务必让你和安儿都将养得结实康健。来，尝尝这新晋上的酥糕。你在东宫伺候安儿辛苦了。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前头刚传来的消息，太子殿下他方才去御书房向陛下请罪，可不知怎的，两句话不对，两人又争执起来了。听闻陛下震怒，砸了好几个心爱的玉碗，怒斥太子的声音横彻殿外，还说什么？陛下还说没有太子殿下这样忤逆不孝的儿子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这是也听闻御书房的动静了？唉，太子殿下也真是的，这才刚从鬼门关捡回条命，身子骨还虚着呢，怎么就又惹得陛下如此动怒？还是我们恒儿让人省心。贵妃娘娘有心了，后宫不得干政，御前之事不劳贵妃费心提点。哟，太子妃也来了，瞧这脸色白的，也是，殿下因你之事与陛下冲突，你心中定然惶恐不安吧？太子妃这模样，怕是连御书房的门在哪儿都看不嗔切吧？进去又能如何呢？莫不是还要陛下和太子殿下分心照顾你的不便？皇后，你来得正好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为了一个女子，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忤逆君父，这是祖宗法度，江山社稷于何地？父皇，儿臣不会退让的。儿臣今后只有归婉一人，绝不纳侧妃。陛下息怒，臣妾此来并非为了袒护安儿，臣妾只是听到陛下的气话，忽然想起了一些旧事。臣妾记得很多年前，陛下还是太子时，也曾跪在先帝面前，说过几乎同安儿今日所言一样的话。那时，先帝与诸位大臣亦认为东宫不可只有太子妃一人，应广纳良地，以固国本。陛下您也是这般执拗，顶撞先帝，说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唯愿与发妻相守如一。陛下，您看安儿今日所为，与当年的您何其相似。可后来呢？原来皇帝陛下也曾有过这样独爱皇后的事，可如今御座上的是孤家寡人，后宫中有贵妃荣宠，中宫多年形同虚设。那当年的唯愿与发妻相守如一，终究是洒在了岁月和权势的沙地里。皇后，你是在指责朕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想说，
安儿此刻的坚持，陛下您曾经也懂。臣妾与陛下当年未能守住的诺言，臣妾不希望让安儿也重蹈覆辙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思念旧情，臣妾听着也颇为动容。只是，东宫子嗣关乎国本，岂能觊觎一人之身？贵妃果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太子落井下石的机会。她的一字一句都在挑拨皇帝和太子殿下的关系，还有那个导致太子重病的平安扣，虽说是太后送来，想必也一定是贵妃的手笔。今日太子殿下执意如此，已是忤逆。若再继续纵容，只怕日后……够了，都退下吧。太子回东宫好好养着，纳妃之事容后再议。臣妾告退。今夜，父皇的銮驾难得的没有去贵妃那儿，而是去了母后的銮凤宫。看来，父皇是听进去母后今日的话了。毕竟，陛下并非铁石心肠之人，他只是坐在那位置上太久太孤独，有些事儿自己都忘了。桂婉，自打你入宫后，一切都开始变好了。殿下又哄我，分明是陛下自己心中还存着对母后的旧情。不是哄你，桂婉。你可知，东宫像一口沉郁的古井，母后宫中常年冷寂，我久病卧床，对一切无能为力。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结束，谁曾想你出现了。你总能清楚地明白我想要什么，带给我温暖，将我一点点从鬼门关拉回。就连母后那沉寂多年的心，也因你而重新泛起了涟漪，甚至敢为了我们去直面父皇，揭开旧伤。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有了拼死也想要守护的人。桂婉，你还在这世间，我今后怎么敢死？这是殿下第一次对我说如此多的心里话，也是他第一次说自己不想死了。殿下，今后我们一起好好活下去。归晚来了。听母后讲话，感觉母后今日气色好了许多。好了许多吗？也许吧。陛下昨夜来了，同本宫说了许多话，这是好事。今晨陛下还下了一道圣旨，贵妃的六宫管理之权，陛下还于本宫了。陛下此举是在补偿母后。是啊，他以为归还了权力便是补偿，但他这些年日夜独宠贵妃时，本宫忍受的那些冷眼与非议，岂是一道归还凤印的圣旨就能轻易抹平的？陛下冷落母后和太子殿下太多年，母后她是真的心冷了。母后，归婉，母后今日唤你过来，并非为了说这些旧事。那母后所为何事？这统领六宫的全权，本宫累了，再也担不起了。母后如今当以静养为由，却不宜再操劳过度。但本宫并未拒绝陛下。归婉，本宫已禀明陛下，凤体为何，无力再理六宫琐事，自请将这统领后宫之全权全数交于你，待本宫执掌。陛下已准。母后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归婉何德何能，敢代母后执掌凤印？此归婉目不能视，年少资浅，如何能服六宫众人？此举必引滔天风浪，请母后三思。归婉，这深宫比边疆战场还要残酷，没有印信，你只是岸上鱼肉；执掌它，你才是执刀之人。想要在这皇宫风光的活下去，你必须要有无上的权力。母后说的对，想要在宫里活下去，便需要权力。殿下需要这道屏障，东宫也需要。母后信托如山，此印归婉接了。好一个母慈子孝的场景！太子妃这双手逗逗孩子也就算了，捧凤印嘛，一个瞎子也想执掌凤印，统领六宫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皇后娘娘，
您就算再不喜臣妾，也不能拿着失而复得的凤印开玩笑吧？贵妃娘娘说的是，归婉目不能视，却与常人不同。你倒有自知之明。不过看得见也好，看不见也好，这凤印却是稳稳地落在了我的手中，总好过有些人如此心急地过来朝府，却再碰不到这印。母后，归婉既接了印，便该担当起协理六宫的责任。上月南方水患，宫中节俭用度，以冲赈灾。听闻当时由贵妃娘娘协理部分用度裁减，可当时贵妃娘娘宫中用兵的账目核算之数却远超常理。不如我们现在就来查查那些银子去哪里了。还有这种事？这些旧账，太子妃倒是记得明白。好，好，这深宫长夜，往后可算不寂寞了。我们走着瞧。皇后娘娘，妾身告退。贵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殿下回来了。这是在忙什么？太后的寿宴，礼部成了章程上来，我在核对。这些让下面的人做便是，你眼睛不便，何必劳神？何况寿宴人多眼杂，贵妃那边恐不会安分。正因人多眼杂，更需心中有数。寿宴流程共317项，其中经贵妃宫中或与其关联之人守正办的有43项。这43项里又有11项是关键节点，迎驾、献礼、布菜、奏乐、灯火调度。贵妃若要动手，必在这些关键处。我们不妨将计就计。归婉，你辛苦了，这些本不该压在你的肩上。殿下与我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东宫安稳，我和殿下才更安全。黄嫂嫂，我来啦！见礼。韩儿给皇祖母祝寿，愿皇祖母福寿安康。贵妃要下手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太后。如此浓烈的不祥之气，绝非寻常之物。太后年高体弱，若直接沾染，恐有性命之危。届时寿宴便丧宴，他便可趁乱将下毒之罪栽到协理寿宴的我头上。好恶毒的计策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好孩子，快上前来，让皇祖母瞧瞧。皇祖母，不可！太子妃，御前失仪，惊扰太后，你意欲何为？皇祖母恕罪，孙媳并非有意惊扰。孙媳自幼目不能视，嗅觉较常人敏锐些许。方才孙媳嗅到三弟手中的锦盒内，自有异常气息溢出，绝非寻常寿礼熏香。为保皇祖母万全，恳请暂缓触碰，容先行查验。太子妃未免小题大做，孩童的寿礼怎会有异常？恒儿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将寿礼呈给皇祖母！萧彦恒，你是白痴吗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没用的儿子？连个寿礼都拿不稳，我养你还不如养条狗！恒儿别怕，没关系的，黄嫂嫂在。贵妃，这是何物？为何会从恒儿碎掉的寿礼中滚出？太医呢？过来验。
陛下，微臣嗅到一股极淡的浑浊香，混着黑煞沙的气味。此二者混合，性烈阴毒，久之可挥放出无形毒瘴，体虚年长者禁之，轻则重病昏睡，重则损及根本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此物与当年太殿下意外病重时，气息有相似之处，怕是一人所为。污蔑，这是污蔑！定是有人调换了恒儿的寿礼，是太子妃，一定是他，他早就想害我母子。贵妃娘娘，此物自三弟拿出，便一直在他手中，众目睽睽，何人能调换？您口口声声说有人陷害，莫非是指三弟自己？或许这满殿的宗亲命妇都是我的同谋。况且，孙媳一直有一事不明，想借此机会向父皇皇祖母禀明，或许能解今日之祸。这是之前贵妃假传太后口日送给太子殿下的平安扣。收到平安扣的当天，太子殿下便突发呕血急症，脉象虚浮，药石往滞。而归婉意外将这平安扣封存后，殿下的身体却开始一天天恢复。当时归婉百思不得其解，如今想来，这一切定然与贵妃娘娘有关。不，这不是我的，是伪造，是伪造来害我的。此事关乎太后圣体，也关乎三殿下的清白与东宫的安危，还请父皇太后明鉴。皇帝，哀家累了，这寿宴不必再继续了，此事交由你和皇后严查严办吧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贵妃王氏心肠歹毒，谋害太后，构陷太子妃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听候发落。陛下饶命，臣妾知道错了。相关一干涉案人等全部拿下，严刑拷问。三皇子暂由皇后抚育看顾。恒儿，事情变成这个局面，你恨我吗？母妃对我一点都不好，谁对我好我都清楚。皇嫂嫂是第一个真心待我的人，我怎么会恨皇嫂嫂？自打梦停止那件事后，太后便对我颇有微见，从未转换过我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准许来到她的慈宁宫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寿宴那天，你受惊了。孙媳分内之事不敢言惊，未能及早洞察奸人阴谋，令皇祖母受扰，是孙媳之过。不卑不亢，你倒是个好孩子。太后居然在夸我。罢了罢了，之前强行将婷芝塞到安儿身边，是哀家糊涂了。这丫头性子太过急躁，被皇后责罚不怪你，因为她哀家冷落你这么久，委屈你了。皇祖母切莫如此说，您心怀慈念，一切都是为殿上周全考量，此乃长辈疼爱之心，何来糊涂？孙媳明白的。至于孟姑娘，孙琦虽与她相处日短，亦知她本性率真，只是年纪尚轻，于宫中规矩人情，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。皇后娘娘加以管教，亦是盼她成才，孙琦不曾觉得委屈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来，坐到哀家身边来。好孩子，回去吧。安儿再看不到你，估计要着急了。记得以后常来慈宁宫坐坐。是，孙琦告退，皇祖母好生休息。以前总觉得这孩子目不能视，是桩憾事，委屈了燕安。如今看来，皇帝和皇后竟是选了个好媳妇儿。归婉从皇祖母那儿回来了，看你这般高兴，可是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？殿下，皇祖母她今日对我说了许多话。哦，皇祖母说了什么？让我们向来沉稳的太子妃，高兴得像得了新奇玩意儿的孩子。皇祖母她亲口说，
当初因孟姑娘之事冷落我，是她糊涂了。她还说寿宴之事我做得对，有功劳。她说我心明如镜，耳聪如炬。皇祖母眼光向来毒辣，她能说出这番话，便是真心认可你了。我的归婉本就值得所有这些夸赞，甚至更多。只是往后去慈宁宫陪皇祖母说话，可别只顾着高兴，把为夫给忘了。归婉怎么会忘了殿下？归婉，我这儿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我派去南边寻访的人有回音了，小野找到了。小野他真的还在人世？不仅如此，小野如今已是正五品招武校尉，在镇南军中颇有声望，人都称他一声小银将军。我派去的人寻到小野时，他还说要立更大的军功，等到时候回了京城，要跟皇帝把他姐姐从太子那里要回。这个傻小子还是这么莽撞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他哪里知道，我现在是东宫里最珍贵的宝贝，谁都要不走。知道小野平安，还活得如此精彩，我就放心了。外面天高地阔，适合他翱翔。殿下，我忽然觉得心里满满当当的。陛下和母后如今琴瑟和鸣，皇祖母放下了心结，小野有了下落和出息，您在我身边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归婉，往后还会更好。等南境彻底安定，我们风风光光宣小野进京受赏，到时候在东宫就我们几个，好好吃顿饭，说说话。不过他若敢要人，我就让他先罚酒3坛。宫墙依旧高，长夜依旧深，但我心里有了灯，身边有了人，便再也不会觉得孤单。